股票开户门道有哪些？收藏视频，这一波开户锦囊您就请接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KK。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股票开户的这件事情上有哪一些门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开户的资格。按目前开设中国股票账户的条件来说，能够满足开户条件的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大陆的居民啊，只要你年满18岁，是个成年人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设一个股票账户。第二个可以开户的群体，就是在大陆工作或者生活的港澳台的朋友以及外国的朋友。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居留证明。第二个呢，你能够在大陆找到对应的证券交易所的线下营业部申请开户。那这个时候呢，你也能够去追上这一轮的 A 股牛市。那这里呢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每一个自然人啊，在 A 股的市场当中呢，一个人呢最多是可以开3个 A 股账户的，所以呢懂的都懂哈，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接下来在券商开户的这件事情上，作为新手，我们有一些门道是要去注意的。那首先在券商选择上，就目前来说呢，我们中国大陆的大券商也好，小券商也好，他们提供的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已经同质了。那以产品来说啊，有股票，有基金，也有债券。那股票当中啊，比方说啊，港股通、美股基金的采购、北交所的打新啊，这一类的产品呢，其实都是有的。那第一个重要的开户门道就是要选一个手续费便宜的。其实券商的佣金按目前来说是一个可控的成本。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就尽量把这部分的成本压到最低呗。那这一部分的成本压缩能够节约多少的成本呢？我右边放了一张图，假如说你的本金是1万块钱的话，那你的手续费，这里我以常规1.5万的例子来说啊，假如你做一次交易，那这个时候你的手续费按最低5元收取，那意味着一次完整的开平仓手续费就是10块钱。假如你是一周做10次交易的话，你的手续费就要找50块，那一年呢就是2600块钱。那相对应的，如果我们按目前市面上合作的券商渠道去开设券商账户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券商的佣金是能够压到0.85的。除此以外，还能够将最低的5元手续费给它免掉。那常规来说呢，我们就是叫做免5这个政策。以0.85免5的政策来说，假如你的本金还是1万块钱，那一次交易你的手续费8毛5，一次开平仓也就是一次买卖交易就是1.7块啊。如果你一周10次交易呢，就是8.5块，一年手续费呢也才400多块钱。所以相对来说呢，这样子加加减减一算啊，我这个手续费档位的不同，给我手续费一年就能够最多节约2100多块钱的。所以呢，手续费便宜的佣金政策，它就更有利于这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做小资金交易，第二种就是做高频交易。那第二个门道呢，就是你选择的券商，它最好是能够支持同花顺这款交易软件的。那同花顺呢，它其实是一款看盘的软件，它的软件体验相较于普通券商软件来说也会好很多。那如果你的券商它支持在同花顺上登录，那就非常好了，意味着呢你就可以丝滑的去开展股票的分析以及交易工作。好，那第三个注意点就是目前呢，在我们国家，其实呢选择的券商是大券商也好，还是小券商也好，对于用户来说呢，基本体验已经差不多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万一小券商垮了怎么办？那这个点呢，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目前呢，国家是有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解决方案的。那这里呢，分为2种，一种是事前的预防，那第二个呢，就是后续的处理办法。以预防机制来说，这里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第三方存管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面，你的股票本身是在中登公司的，你的钱是放在你的存管银行的，券商它本身是只作为一个代行交易指令的一个平台，不会去持有你的资产。那过去其实是有发生过券商垮台的，而且呢还是头部的知名券商的垮台，印象里是叫南方证券啊。当时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也是跟国泰跟华夏证券是
头3家的大券商啊，当时这个南方证券就是因为挪用客户资金垮台倒闭了。那当时的处理办法其实跟现在也是一样哈，也就是说，假如一家券商它破产了，那这部分破产券商的它的客户和业务就会由一家由国家指定的健康的券商来进行接管，把原有的这些老客户和他的业务平迁到这家新健康券商的系统当中啊，包括你的股票啊、资金啊，就几分钟就快速平迁过去了。那这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如果发生了本金损失、个人债权损失，那这个时候呢，是会有投资者保护基金来对你进行偿付的。所以呢，就目前我们国家的这套应对券商垮台的解决方案来说，已经是非常完美了。作为投资者来说，基本上算是不用去担心券商垮台。那总结一下所有的开户门道，其实呢，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2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觉得选手续费便宜的，第二个呢，能支持同花顺的。那么有想要找到这样合适券商的朋友们，在 B 站可以私信我，在油管可以查看视频描述栏中的内容。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收看，咱们下期见喽，拜拜。